有一种植物，红嫩的茎秆正顺着你家院落的砖缝悄悄蔓延，它体内的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竟比深海鲑鱼还要丰厚。不是按整株重量来算，而是按每一片鲜叶来比，它滋养人类的历史已经长达4000年之久。历经王朝更迭与文明起落，直到2022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正式确认，它能做到地球上多数植物都难以实现的生理奇迹，被学界称作一种违背常规认知的生命现象。而除草剂相关行业投入数十亿资金，不断宣传它的危害，就是为了让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真实名字。在公元前1050年，古希腊北部的先民把这种植物的种子妥善存放在陶土容器里。3000年过去，考古学者打开这批文物时，里面依然留存着成千上万颗细小的黑褐色种子，单粒直径不足1毫米。而同款植物依旧在野外的石缝与荒地上自然生长，从未离开人类的生活范围。到公元前7世纪，这类种子出现在古希腊重要的祭祀场所，成为先民生活里的重要存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知名植物研究者已经系统记录它的培育方法，叮嘱农户在每年4月把它和主粮作物一同播种。它从来不是有害杂草，而是能果腹增养的天然食材。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植物在3大洲范围内广泛种植，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几乎每一餐饮食里都有它的身影。公元1288年，米兰地区的日常饮食台账中，这种植物被明确列入采购清单。它不是珍稀罕见的贡品，而是百姓日常离不开的基础食材，这就是马齿苋，一种被科学界深挖价值，却被普通人当成杂草的神奇植物。1492年新大陆被发现之后，这种植物随着人类活动跨越重洋。欧洲殖民者在1672年记录它出现在马萨诸塞地区时，考古研究早已证实，它在2500年前就已经扎根美洲大陆。安大略地区出土的种子可追溯至公元1350年，肯塔基地区的遗存更是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美洲原住民很早就在东部农耕体系里把它和向日葵、南瓜、禾本科作物一起种植培育。2个被大洋隔绝的文明族群却不约而同把这种植物当作生活必需品。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1960年，一位专注人体健康的生理学家启动了一项覆盖7个国家的长期调研，想要解开为何部分族群心脏病发病率极低，部分族群却高发的谜题。他跟踪调研了7个国家的12763名成年男性，时间跨度长达50年，最终结论彻底推翻了当时的主流营养学认知。克里特岛的本地农户饮食中脂肪摄入比例位居全球前列，超过35%的热量都来自脂肪。按照当时的营养学理论，他们本该是心脏病高发人群，可现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心血管健康水平是整个调研里最优的，数据表现优于日本、芬兰等所有调研地区。此后20年，学界都把原因归结为橄榄油、单不饱和脂肪以及所谓地中海饮食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的科研团队重新分析当年留存的血液样本，他们不再聚焦胆固醇指标，转而检测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结果发现，克里特岛居民的欧米伽3水平是荷兰居民的3倍之多，可他们并没有摄入3倍量的深海鱼类。真相是，他们每天都在食用马齿苋，把它加入沙拉、炖煮菜肴，用橄榄油简单清炒，甚至用它喂养家禽、家畜。人类在食用这些畜禽产品，整座岛屿的食物循环都围绕着这种野外自然生长的植物展开。1992年，一位深耕营养与健康领域的科研学者系统分析马齿苋的营养构成，数据结果让整个团队都倍感震惊。每100克新鲜马齿苋叶片中含有300至400毫克的阿尔法亚麻酸，
含量大约是菠菜的5至7倍，是结球莴苣的15倍以上。也就是说，在所有已检测的蔬菜品类中，它几乎是欧米伽3脂肪酸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更颠覆认知的是，通常陆地植物不会合成 EPA 脂肪酸，这类成分大多只存在于深海鱼类与藻类之中，可马齿苋却能少量生成 EPA， 即便含量不算极高。这种生理特性也打破了大众对陆地植物的固有认知。这位学者公布研究数据后，同行第一反应不是认可，而是质疑样本被污染。实验流程出错，可多次重复检测都验证了数据的真实性。马齿苋不只是欧米伽3含量突出，整体营养密度也远超普通蔬菜。它的维生素 E 含量大约是菠菜的7倍，胡萝卜素含量大约是胡萝卜的6倍，同时还含有褪黑素、谷胱甘肽以及钾、镁、钙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多种高价值营养成分集中在一种植物里，它早已不只是普通蔬菜，而是目前已检测样本中营养成分最集中的天然食材之一。随后一项权威临床研究把马齿苋的营养价值和人类健康紧密关联。在一项名为里昂心脏健康饮食调研的实验中，科研人员想验证地中海式饮食能否改善心脏健康状况。共有605位刚经历心脏不适的患者参与实验，一半患者采用当时主流的低脂饮食方案，另一半患者则采用添加马齿苋、核桃等高欧米伽3食材的地中海饮食方案。5年之后，实验结果远超所有人预期，采用地中海饮食的小组全因死亡率降低了70%，心脏相关不适的复发率也大幅下降。如此悬殊的结果让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因为继续让对照组沿用原有饮食方案，在伦理层面已经无法被接受。为什么这种堪称天然营养宝库的植物从来没有登上主流超市的货架？为什么大多数人第一眼看到它，依旧把它归为必须铲除的杂草？答案不在于它的口感，也不在于它的营养，而在于它独特的生存繁衍方式。直白来说，它不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可管控的核心要求。2022年，耶鲁大学一位植物生理学研究者带领团队在国际顶级科研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这项研究重新解读了光合作用的运行机制，也让人类意识到植物在极端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远比想象中更强大。团队选择研究马齿苋，是因为它拥有极为罕见的生存特性，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依旧能保持快速生长，水分恢复后能迅速回归正常生长状态。对绝大多数植物来说，这两种能力很难同时具备，因为缺水会直接干扰植物细胞的基础生理活动。普通植物采用常规光合作用模式，水分充足时生长稳定，一旦缺水，生长效率就会大幅下降。玉米、甘蔗等作物进化出特殊光合机制，高温环境下能维持生长效率，却依旧需要稳定的水分供给仙人掌等沙漠植物，选择夜间吸收二氧化碳，白天闭合气孔减少水分流失，能抵御干旱却生长缓慢，能量积累效率极低。科研人员原本以为马齿苋只是分部位使用不同光合机制，可深入分析细胞基因表达后发现，这些机制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在同一个细胞内协同工作，白天加速生长积累养分，夜间减少消耗保存水分，还能把夜间储存的养分在白天二次利用。在目前已知的植物品类中，极少有植物能实现这样的高效整合。正因如此，马齿苋在资源匮乏的环境里依旧能稳定生长，环境突变时也能快速调整适应。实际检测数据显示，它生长所需的水分仅为玉米的1/5，短期干旱后重新补水，就能快速恢复生机。这意味着它在细胞层面能减少水分流失，同时维持基础生理活动。即便在盐分偏高的土壤中，多数作物
几天就会枯萎，它依旧能正常存活，对各类环境胁迫都有极强的耐受度。不止如此，马齿苋的繁殖能力也堪称惊人，一株成熟的马齿苋最多能产出20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在土壤中能存活数十年，形成稳定的天然种子库。环境适宜时，种子会集中发芽，快速扩大种群规模。只要有一小段茎秆接触地面，就能长出新的植株。被人为破坏后，反而会萌发更多分支，快速扩大生长范围。高温、干旱等恶劣环境都很难彻底消灭它。曾有研究用塑料覆盖土壤提升温度，试图抑制它的生长，结果发现只有在极端理想化的管控条件下，它才会消失。换句话说，它几乎不可能被彻底清除，因为它拥有多重生存保障策略。也正是这个原因，现代农业与园艺管理体系一直把它当作需要管控清除的目标。全球除草剂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多家大型企业研发针对马齿苋的专用药剂，从庭院草坪到农田耕地，各类管理规范与技术标准都把马齿苋列为清除对象，理由是它会和农作物争夺水分、养分，挤占幼苗生长空间。可问题根本不在于它破坏种植环境，而在于它太难被人为管控，它无法被随意改良基因，无法被限制繁殖能力，更不能像普通作物那样被商业资本掌控种植与销售渠道。它的种子不需要人类刻意保存，不需要特殊条件就能发芽，还能在土壤中长期等待适宜的生长时机。它自由生长了数千年。无论人类采取何种清除手段，它依旧会在被忽视的角落默默延续自己的生命优势。当下主流的欧米伽3来源大多被商业体系牢牢掌控，野生鱼类资源持续减少，人工养殖鲑鱼需要大量设备投入与养殖成本，还要依赖稳定的饲料与水质管理。亚麻籽油容易氧化变质，储存条件稍有不当就会降低营养。鱼油类保健品售价高昂，普通家庭长期食用负担较重。但马齿苋完全不同，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它自然生长的身影，不需要专人照料，不需要额外投入成本，只要有阳光和偶尔的降雨，就能完成整个生长周期。即便在贫瘠的土壤中也能顽强存活。按单位生长面积计算，它提供的欧米伽3含量远超很多人工培育的经济作物。一种有望改变未来粮食生产模式的天然植物，却被当成最普通的杂草。这不仅是认知上的巨大偏差，更反映出人类在可控盈利与实用高效之间的失衡选择。其实，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忘记马齿苋的价值。在印度，它是百姓餐桌上的日常食材，有专属的本地称谓。在希腊，它是沙拉里的常见配料，当地人早已习惯用它调味增养。在墨西哥，人们常用大蒜、辣椒简单清炒，做成特色家常小菜。在中国，它被称作马齿苋，人工种植与食用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在土耳其、伊朗等中东地区，它常出现在冷盘与夏季餐食中，是清爽又富营养的天然食材。一半的人类把它当作珍宝日常食用，另一半却从小被教育要彻底铲除。这种差异和植物本身无关，只是不同文化对食物价值的理解存在偏差。如今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气候模型预测显示，很多粮食主产区会率先受到干旱、降水不稳等问题影响。这些区域是农业生产最脆弱的地带，极易受外部环境波动冲击。可恰恰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马齿苋的生长优势会更加明显。玉米、小麦等主粮作物每年需要500至700毫米的降水量才能保证稳定产量，而马齿苋只需要150毫米左右的水分就能完成整个生长周期，短期缺水后也能快速恢复生长。大豆在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光合作用效率会明显下降，而马齿苋在同等高温环境下反而能保持甚至加快生长速度。当人类还在耗费巨资研发抗旱抗逆的超级作物时，
最优解其实早就藏在我们身边，只是长期被当作杂草忽视，从未被当作主流粮食选项。我们可以轻松辨认出马齿苋，它有着粗壮饱满的红色茎杆，叶片是小巧的椭圆形肉枝叶，贴着地面匍匐生长，形成舒展的低矮株形。茎杆表面光滑无绒毛，折断后能看到饱满的汁水，质地近乎半透明。它的花朵小巧玲珑，多为明黄色，常常隐藏在叶片之间，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也正因低调，才一直被大众忽略。从现在开始，别再把它当作杂草铲除。如果它长在自家花园里，可以保留下来，让它成为天然的地表覆盖植物。如果它从地砖缝隙里冒出来，别着急喷洒除草剂，直接采摘食用就好。这样既能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周边生态环境，又能把被浪费的天然资源重新利用。马齿苋生长的前6周是最佳采摘期，此时叶片最鲜嫩，口感与营养状态都最好，可以直接生吃。加入沙拉中带有淡淡的微酸咸香，也可以像清炒菠菜一样简单烹饪，或者加入汤品中，提升整体营养密度。还可以腌制、炖煮或者晒干储存，留到冬季食用，成为全年都能享用的天然食材。采摘时记得保留几株植株，让其结籽。一株马齿苋能产出数十万颗种子。夏末收集种子后，足够种满整个庭院，还能分享给亲友邻里，让更多人了解它，利用它，把马齿苋的真实价值分享给身边的人。当一个人学会辨认马齿苋，就少一份对身边自然的误解，不再把食物来源局限于超市货架，开始懂得食物可以来自脚下的土地，身边的自然也会慢慢明白，地球上最具营养价值的植物，往往是那些被我们从小教育要铲除的存在。除草剂行业不想让你知道最天然的 Omega-3 来源，就在你家门前的院落里。保健品行业不想让你知道他们高价售卖的营养补充剂，只是在模仿马齿苋自带的天然营养。现代农业体系也不会主动告诉你，科学家耗费心血研发的理想作物，其实早就自然存在，只是没有被纳入商业化的种植体系。它叫马齿苋，它滋养人类4000年，跨越不同大陆与文明，适应各类恶劣环境，此刻就生长在你的脚边。它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高昂的售价，却有着远超普通蔬菜的营养与生命力，在被忽视的角落默默生长，等待人类重新发现它的价值。在气候变化加剧、粮食安全备受关注的今天，这种顽强又营养的野生植物或许会成为未来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帮手。它不是需要清除的杂草，而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宝藏，是藏在我们身边的超级食物，是历经1000年时光检验，依旧能守护人类健康的自然馈赠。